啊，原来啊，当年以丹格格躲在普寿寺里面待产的这件事情，静妃娘娘她早就知道了。韩香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啊，皇太后，这可是静妃娘娘亲口告诉我的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当年哀家命人四处寻找以丹，静妃早就知道以丹的下落，为何不即刻来禀报哀家？还有韩香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怎么不告诉哀家呢？请皇太后息怒。韩香之所以没有禀报，是因为静妃娘娘告知奴婢，她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贵妃娘娘，所以奴婢就以为皇太后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连皇贵妃都知道这件事情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妃子个个都清楚这件事，只有哀家一无所知，这不是存心想瞒着哀家吗？秀儿，在，立刻叫皇贵妃过来，哀家要查明此事。是。禀皇太后，您要跟皇贵妃娘娘谈话，奴婢还是到后面回避一下。不用了，这个案子是你们两个在查办，你们两个就一起听吧。是，皇太后。皇太后叫我过去，是。说了所为何事吗？皇贵妃娘娘见到皇太后便知了。皇太后，皇贵妃到了。参见皇太后。跪下。皇太后，臣妾不知犯了什么错，一来就要臣妾跪下。跪下！哀家问你，当年你知道以丹的下落，为何不来禀报哀家？难道你不知道哀家在四处寻找以丹，还是你有意隐瞒？想看哀家心烦郁闷的样子？臣妾不敢。不敢？20多年前，静妃已经告诉你以丹的下落，为何你不即刻禀报哀家，却要隐瞒？臣妾没有要隐瞒皇太后。你还敢狡辩？哀家知道静妃和以丹的关系，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，静妃会不来禀报哀家吗？皇太后，臣妾没有从中作梗啊！枉费哀家一向这么疼爱你，以丹到底哪里得罪了你啊？你竟然如此忍心见他流落在外，你都不帮他。你最好说出真相，为什么要隐瞒哀家？你还有多少事瞒着哀家？没有啊。奇怪啊，到处不见韩香的人影就算了，连皇贵妃也不在宫中，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托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过来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免礼。谢太子殿下。我问你，你可曾瞧见过皇贵妃啊？奴才刚刚瞧见皇贵妃娘娘往宁寿宫方向去了。你说还是不说？秀儿，把家法拿出来。是。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不说？皇太后，臣妾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不要！
没事吧？娘娘，胤禛，你让开！皇太后，您为什么要打皇贵妃娘娘？难道是为了查案的事吗？皇贵妃对哀家隐瞒了太多的事，她到现在都不肯说实话。你说哀家是不是该罚她？我不让你打皇贵妃娘娘。你不让开的话，我就连你一起打！不要，别打胤禛，不关他的事。如果你要打，就打臣妾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打就打臣妾吧。胤禛帮你挨了一棍，你就肯认错了。那以丹呢？以丹的性命算什么呀？你到今天还瞒着哀家不肯说实话。你不说实话，哀家就打到你说实话为止。皇太后，不要！胤禛，哀家知道你孝顺皇贵妃，哀家也一样疼惜她。哀家每打她一下，自己心头就疼一次。你是不是要哀家更难受啊？拓和期，把太子殿下拉开！太子殿下，走开！您告诉我，难道真的是您杀了以丹哥哥？我没有啊。那您为什么要瞒着皇太后啊？你快说呀！好，臣妾说，臣妾之所以没有说出以丹的下落，就是因为皇上叫臣妾不要说的。别跟哀家胡说八道！你别以为推到皇上身上，他就会护着你。臣妾没有胡说，真的是皇上要臣妾瞒着你的。连皇上都在瞒着哀家。皇太后，吃点茯苓饼定定神吧。大家都知道当年以丹躲在普寿寺，只有哀家浑然不知。哀家想起来就没有胃口。秀儿也真是的，叫她去问个皇上回来没有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皇太后，您先别着急，喝口茶吧。一刻得不到答案，哀家这颗心就不得安宁。奴婢猜想，皇上之所以会隐瞒了这个消息，恐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皇太后，您还是再耐心等等吧。皇上，你可千万不能是杀害娘的凶手啊！娘娘，您慢点儿，您的身体撑得住吗？不碍事，待在宫里，本宫心里闷得慌，在这园子里，心情反倒舒畅。皇贵妃娘娘，她已经可以走动了，看来身子已经恢复了。秀儿，皇上回来了没有啊？回皇太后，皇上还没有回宫。哎，皇太后，秀儿姐，要不要奴婢去请御医啊？不用，哀家只是心里着急，身体没什么大碍，不必惊动御医了。是。皇上迟迟不回来，也不知道皇贵妃身体好些了没，就是想随便问个话，也不知道该问谁。皇太后，方才奴婢经过御花园，看到皇贵妃娘娘跟灵儿在散步，想必皇贵妃身体应该好些了吧？娘娘，你还是回去歇着吧，奴婢怕您着凉了。奴婢参见皇太后。免礼。谢皇太后。皇贵妃，你的身体好些了没有啊？
谢皇太后关心，刚服过御医开的药，感觉好多。那就好，我们去凉亭聊一聊吧。皇太后，请。不知道皇太后找臣妾想聊什么事啊？皇贵妃，哀家就开门见山了。以丹失踪这件事，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告诉哀家。臣妾……怎么？是不是非得等到皇上出现，你才愿意跟哀家说呀？你到底有没有把哀家放在眼里？请皇太后息怒。起来回话。是。21年前，以丹格格突然失踪，郑亲王嫉妒与福晋心交不已。郑亲王，请。启奏皇太后，以丹失踪至今，他额娘与臣茶不思饭不想，王府上下也是不得安宁。请皇太后发慈悲下懿旨，帮助寻找以丹。奉皇太后懿旨，责令九门提督及顺天府尹全力追查以丹格格之下落，3日之内上报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给我仔细搜。这。你们几个去那边搜。是。要搜仔细了。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启禀皇太后，微臣连续搜索数日，但一无所获，请皇太后降罪。他们3天2头往皇宫跑，请求皇太后的协助。那个时候，皇太后不是还亲下懿旨，通令卫戍荆棘的九门提督与顺天府负责把人找到。但耗费了3个月，终究无功而返。后来，搜寻的规模也慢慢缩小，众人也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这件事哀家当然知道。哀家想问的是，当初你是如何从静妃那里知道以丹的下落？皇上又为何不让你说这件事？那时候，正当众人寻不着以丹格格下落时，就在某一天，臣妾在弘毅阁遇到了静妃。当静妃在弘毅阁遇到臣妾时，神色十分慌张。臣妾觉得可疑，于是便支开了旁人，单独与静妃交谈。静妃这才拿出以丹的书信，并告知了臣妾有关以丹藏匿的地点。是。参见皇贵妃娘娘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以丹格格捎给我一封信，您看看。现在想起来，弘毅阁是内务府的银库，也是收存金银珠宝玉器的地方。静妃当时一定是在观察想要盗取的目标，或者是正准备下手。不慎意外让我撞见，才会与臣妾岔开话题。因此，臣妾才会知道以丹躲在普寿寺。奴婢可否斗胆请教皇贵妃几个问题？韩香，
有话你就直说吧。请问皇贵妃娘娘，当初为何会去弘毅阁？奴婢记得静妃说过，皇贵妃娘娘好像很关心以丹格格的事情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我知道皇太后一直都很关心以丹的安危，所以我才想去找静妃问问有关以丹的事情。既然你后来知道了以丹的下落，为何不立即来禀报哀家呢？当时臣妾知道以丹的下落后，的确想要立即禀报皇太后，不过不巧的是，那天您为了以丹出宫上香祈福去了，所以臣妾才会先去禀报皇上。可是，皇上知道这件事后，却反而叫臣妾先别声张。皇上向来孝顺，他明知道哀家心急，又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皇上的意思是，那封书信不知是真是假，万一找不到人，岂不是让皇太后徒添伤心吗？所以皇上便先派人前去普寿寺寻访，没想到却没找到人。之后我才去追问静妃，可能正是因为如此，静妃才会说我十分关心以丹的下落吧。以丹格格给静妃的信上说她在普寿寺，后来以丹格格也是在普寿寺遇害的，这就说明以丹格格确实是藏在了普寿寺中。那么，如果皇上收到了正确的讯息，当时又为何没有找到人呢？这件事是我亲口向皇上禀报的，错不了。但我也不清楚为何皇上派了这么多人马去，却还是找不到以丹的人影。都是命运弄人呐！我可怜的以丹，要是哀家知道你在普寿寺，哀家一定会亲自找你。皇太后，您别难过了，臣妾见您这样，臣妾更是自责不已。皇太后，您不要太伤心了。皇贵妃娘娘，前些日子，奴婢记得您曾经对奴婢说过，为了保护太子殿下，会不惜一切代价摒除障碍。那么，您是不是因为发现了以丹格格怀有身孕，所以才派人前去行凶，以绝后患？柳含香，你这么说实在太污蔑本宫了。当时皇上尚有程护、程庆、胤禔、长华诸皇子，我为何独独要对付以丹腹中的孩子？更何况腹中胎儿是男是女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这么做？奴婢失礼，请皇贵妃娘娘恕罪。等等，哀家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皇贵妃，你为何要害以丹腹中的胎儿？含香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请皇太后不要再问了，这件事情含香不能说。有什么事是不能说的？含香，现在连你都瞒着哀家吗？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请皇太后恕罪，是皇上要奴婢保守秘密，这件事情含香说不得呀。又是皇上，到底皇上瞒了哀家多少事情啊？哀家现在让你说你就说，有什么事，哀家来担着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含香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皇上和以丹？含香所言，句句属实。难怪以丹会怀了身孕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这件事，你也知情？臣妾也是近日才知道，但皇上怕皇太后伤心，所以才隐瞒了此事。
臣妾绝无恶意欺瞒之心，请皇太后降罪。为什么你们个个都要瞒着哀家？到底为什么啊？韩香错了，请皇太后降罪。奴才参见皇太后。小木子，是不是皇上回宫了？启禀皇太后，皇上已经回宫，方才也去过了宁寿宫给皇太后请安，但皇太后恰巧不在。皇上现在在哪里？皇上现在正在养心殿书房。皇太后驾到！儿臣参见皇额娘。免礼。谢皇额娘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今天一天去了哪里？为何没有人知道？按照惯例，皇上出宫，不都是会交代行程了？回皇额娘的话，由于近来宫中有黑衣人出没，儿臣担心黑衣人会对儿臣不利，所以才会保密行程。其实儿臣今日是到教场去看练兵了。皇额娘急着找儿臣，不知有什么事。哼，你可真对得起哀家。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哀家？皇额娘，此话怎讲？皇上，都怪奴婢多嘴，把皇上跟以丹格格的事情全都告诉了皇太后。刘含香，你是怎么答应朕的？怎么可以不守诺言？奴婢该死，请皇上降罪。你不必责备他，是哀家逼含香说出来的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瞒着哀家。哀家要你把那天的事情全部的给哀家说出来。哀家要知道，你和以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是，儿臣会一一说给您听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等一等，含香留下。皇额娘，含香对此事非常了解，哀家要她留下来帮忙听一听，看看皇上有没有说谎。儿臣怎么会对皇额娘说谎呢？你都瞒了哀家这么多事情了，哀家还能信任你吗？儿臣知道了。含香留下，其余人都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王公公，本宫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皇贵妃娘娘有事，直接交代奴才就行了。如果皇太后问完了皇上，请王公公通知本宫一声吧。奴才谨记皇贵妃娘娘的吩咐。娘娘，您别太担心了，还是先回去歇着吧。皇上，现在人都走了，只剩下哀家跟含香，你可以说了吧？事情是发生在21年前3月初5的那个晚上。儿臣因为前去参加平南王的告老宴席，多喝了几杯。没想到回宫之后，儿臣竟将以丹误认为是侍寝的嫔妃。皇上果然是好酒量，趁此良机，本王要和皇上不醉不归。此言正合朕意。不过，既然是群臣共饮，平西王岂可独占美酒？诸位爱卿之中，海量者大有人在，朕要一个一个喝过。
谁也别想成为漏网之鱼。来，朕先敬诸位爱卿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养心殿到了。啊。哎，朕自己进去就行了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这。啊，还有，今晚无论什么事都别来烦朕，朕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嗯，奴才明白。都回去吧。有人侍起啊！那然后呢？然后隔天一早，儿臣却发现自己的手掌上竟印着“玉掌明珠”4个字，所以儿臣便召来净室房的总管太监安和顺。询问之下，方知前晚陪儿臣共枕的是当时的李贵人子和。于是儿臣便在同月底再次召他侍寝，但不知为何，儿臣总感觉这2晚陪侍的女子不像是同一个人。当时儿臣也以为是因为喝醉酒的原因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哀家还记得那段日子，子和时常来找哀家，嘘寒问暖，不但一天到晚陪着哀家谈天说地，还时常问哀家皇上的事。皇太后，当时宣妃询问过关于皇上的什么事情啊？比如皇上喜欢喝什么茶，喜欢吃什么，有什么喜好，诸如此类的事，应该也是想投皇上所好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由于那时子和深得皇额娘的疼爱，所以儿臣便听从皇额娘的意见，将她封为宣妃。这件事哀家记得。然后呢？然后儿臣又召她侍寝，并问她有关于玉掌明珠的事儿。可宣妃却是一问3不知。这下子儿臣更加确定，3月初5那晚与儿臣共枕之人，绝对不是她。于是儿臣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暗地里却命小木子去净室房调阅起居部，发现3月初5那晚是小李子等4人当值。于是儿臣便想将此4人叫来问话，结果竟是这4名小太监的总管安和顺前来回报。安和顺说，这4名小太监有3人意外坠崖身亡，1人失踪下落不明。儿臣只好改问安和顺，为何差这4名小太监将子和送入养心殿？安和顺推说是他看错了玉蝶。然而儿臣再三回想，非常肯定自己从未挑选过子和的玉蝶。
既然如此，又何来错看之事？不过这个问题至今怕是随着安和顺死去，死无对证。因为当时已经封子和为宣妃，在真相尚未弄清之前，儿臣决定不泄露此消息，就是怕惹出更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可没多久，儿臣便从皇贵妃的口中得知以丹的下落，于是儿臣就立刻派人去找他。皇上，皇贵妃告诉您，以丹格格他就在普寿寺里，对吧？嗯。那么，以丹格格最后也是在普寿寺里发生的意外。如此说来，皇上您的确是找到了以丹格格本人。皇上，韩香的推论是错还是对？你怎么不回答呀？没错，当时儿臣的确是找到了以丹。哎，刚才皇贵妃明明说，皇上当年没有找到以丹，为什么现在又说找到了？那是因为以丹不愿意离开普寿寺，而儿臣当时还不能确定以丹肚子里究竟怀了谁的孩子。没想到后来，王公公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把以丹格格的事情告诉皇上，可以吗？别再说，我不会答应你的。求求求！可儿臣还是把以丹的下落转告给了郑亲王，不能这么做，无非是希望郑亲王福晋能动之以情，劝以丹回家。可没想到以丹终究没能回心转意，最后还葬生在普寿寺的大火中，香消玉殒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当雪雁拿着玉掌明珠的玉印出现时，儿臣就确定了一件事。那就是说，儿臣的意思是，当初子和因一念之差，收买安和顺，送他进养心殿侍寝，却阴错阳差，让以丹搭错轿子，误进了养心殿，导致酒醉的儿臣与以丹铸下大错。以丹之所以会退婚，并让烈亲王伤心欲绝，都是因为儿臣那时的无心之过呀。原来子和，竟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，不但搞得整个皇宫上上下下鸡飞狗跳，还害得我的以丹蒙羞，他真是罪不可恕。如果不是他，以丹也不会死于非命。子和这个女人死有余辜，就算她死过几千回几百回，也换不回我心爱的以丹一条宝贵的性命。皇额娘，什么？皇上真的这么说？嗯，皇上是亲口这么说的。当初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真是让人意外。由于眼下没有其他的证据，我们现在也只能相信皇上的这番说辞了。不过这件事情牵扯的层面越来越广，也越来越复杂。佟司库，我实在没有把握一定能找出杀害我娘的凶手。韩香，你千万别丧气，我相信你只要继续坚持下去的话，一定能找到杀害你娘的真凶。佟司库，您真的这么认为的？嗯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只要你相信你自己能够抽丝剥茧，到最后一定能找到真相。等到一切都水落石出，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认祖归宗了。嗯，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司仪库了。佟司库，我送送你们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万事多加小心，知道了吗？嗯，韩香知道了。
一丹哥哥，请您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韩香早一点找出杀害您的真正凶手。你说什么？你确定没有看错？回太子妃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到童司库手里拿着那个玉掌明珠玉印的印文，这事错不了。娘娘，那您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春竹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给本宫拿到那个印文。啊？拿什么啊？只要能拿到那个印文，我就有办法让柳寒香这个小贱人没命。这一回，我要让她永远在本宫面前消失，永远。要是这么一来，如果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目前所有的线索不全都断了吗？是啊，皇太后为了这件事情心烦的不得了。我看她这样整天闷闷不乐的，真担心她会闷出病来。韩香，我知道你担心皇太后，不过这件事情急也没有用，我们慢慢来，总会想出其他的办法的。嗯，韩香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真正的凶手，将他绳之以法。谢谢你啊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真希望皇太后她老人家能赶快打起精神来，否则看到她那么难过，我心里真的很不好受啊。要让皇太后高兴，方法有很多。来，这一坛是山西汾酒，皇太后最喜欢的。有空的话呢，就想办法拿着汾酒做些美味的菜肴，说不定皇太后吃了之后，凤心大悦，心情自然就变好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我就试试看呢。哎，你怎么一次带了2坛过来啊？会不会太多了点啊？这一坛是给秀儿的。给秀儿姐的？是啊，你在宁寿宫当差一点都不轻松，多亏平时有秀儿照顾，我当然要好好谢谢她了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你想的还真周到啊！还不都是为了你呀？哎呀，你就不要逗我了。我没逗你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韩香，我阿玛吩咐我去内务府办点事情，那我先行一步，你去忙你的事情吧。嗯，那你去吧。我先把这坛汾酒拿去给秀儿。参见格太贝勒。免礼。秀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不知格太贝勒找奴婢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只是想把这坛山西汾酒送给你，谢谢你平常这么照顾韩香。这是奴婢应该做的，您不必这么客气。你就收下吧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别推辞了。那奴婢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韩香，我们御膳房按照你的指示做了这盘汾酒姜丝蒸鳕鱼，你看可以吗？这鳕鱼蒸的好香啊！公公，麻烦你了。嗨，没事儿，还有几道菜马上就好了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谢谢公公。
一旦别离开哀家，别离开哀家，一旦你不要走。皇太后，一旦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皇太后，我就是您的外孙女，是您朝思暮想一旦格格的女儿啊。韩香只要还没有找到凶手，就不能跟您相认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皇太后，您再等一等，等韩香找出那个真正的凶手，韩香就会正大光明的回到您身边了。一旦你别走，一旦你别走，别走，一旦。皇太后，一旦。一旦，你可知道哀家有多想你？哀家不能失去你啊！皇太后，一旦也很想念您。您可知道，一旦日日夜夜都思念着您。皇太后，您的身体不舒服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啊！哀家不睡，哀家想抱着你，哀家想抱着你。一旦，哀家想抱着你，哀家要抱着你。抱着你。春竹，你这回干得很好，谢太子妃娘娘夸奖。春竹，有件事我很不明白。什么事？当初让皇太后误以为雪雁是以丹格格之女的玉印，究竟是从何而来？这件事在雪雁死后已经成了无头公案。可今天为什么这玉印的印纹及图样又会出现在同司库的房里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那太子妃娘娘，你要奴婢从同司库那儿偷出这印纹及图样，到底能干嘛？两个蠢货问这么傻的问题，管他同司库是怎么拿到这印纹及图样的，重点是，我又能把这件事情牵连到柳含香身上，这样我就能一举除掉这个麻烦的女人了。春竹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太子妃娘娘，这样好吗？废话少说，赶紧照我的吩咐做就是了。是。托克奇，你最近对本太子有什么安排啊？奴才不敢安排，
不敢安排？你为什么不敢安排？韩香她又来找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依奴才之见，或许是太子妃娘娘又让春竹去干什么坏事也说不定。托和奇，最近你就好好盯着春竹，看她到底想耍什么把戏。这。 一丹，皇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哀家在做梦。好浓的汾酒味道。汾酒蒸鳕鱼。皇太后，您对以丹这么好，以丹真的是无以为报。青儿，在，端酒过来。是。啊，难道这就是？这正是山西汾酒。 它清香纯正，沁人心脾。以丹早就知道皇太后喜欢这品名酒，所以特地差人带了2坛过来，要与皇太后一起分享呢。你连哀家喜欢喝什么酒都记得这么清楚啊！哎呀，只怕以后我们喝酒聊天的机会不多了。啊，不如我们今晚就喝个尽兴，好不好？好。 那以丹就陪皇太后一醉方休。嗯。青儿，再去开坛酒去，快去拿，快！是。来。 来，难道刚才不是在做梦？真的是以丹回来看哀家了？以丹，以丹。 以丹，以丹，以丹！皇太后，您醒了。早上奴婢来看过，见您还歇着，奴婢就下去准备了。现在看到皇太后醒了，奴婢可就放心了。这汾酒哪里弄来的？这是格泰贝勒送给奴婢的。奴婢知道皇太后您一向喜欢这山西汾酒，所以奴婢特地拿来孝敬您的。 原来这瓶汾酒是秀儿端来的，不是以丹回来，不是以丹回来了。皇太后，您又发病了是不是？您先歇着，秀儿立刻去请御医过来。你们先看着。是。 皇太后，韩香，韩香啊，秀儿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怎么了？皇太后她又发病了。什么？你赶紧去请御医过来，顺便到御膳房端电转汤给皇太后服用，我留下来照顾皇太后。啊，我这就去。
公公，皇太后犯病了，麻烦你赶快准备定喘汤。好的，皇上交代过，我们随时都准备好了定喘汤，你等着啊。麻烦你了。嗯。御医大人，快看看皇太后吧。好，我这就帮皇太后诊脉。哎，韩香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呢？他去拿定喘汤去了。那您快替皇太后诊治吧。哎，好好。黑衣人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皇太后，您做噩梦了。一丹看起来很痛苦，哀家就在他身边，却帮不了他。哎呀，皇太后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哎，快拿水来。皇太后，这是苏廷丸，您服下后喘气儿就顺畅了。来，快点。皇太后，您快服下。哀家的头好疼。皇太后，您就别想做梦的事了，否则会使病情加重啊。是啊，皇太后，您就听陈御医的话吧，您就别再想刚才的梦了。哀家的头好疼，好疼啊！刚才那一幕就像真的一样，一旦他在火海里头。喂，什么人？干什么呢？什么人？谁在里面？皇太后，皇太后，快！皇太后，快扶她躺下。皇太后，皇太后，皇太后！贝勒爷吉祥。这么慌慌张张的，发生什么事？回贝勒爷，司膳房有一间厢房着火了，我现在正要赶去通知曹提督曹大人，赶紧过来救火呢。你说的是哪间厢房？
就是那件。有没有人啊？韩香。 香也受困其中，虽无明显外伤，但因吸入过多的浓烟而致昏迷。格泰贝勒已将他带回房中，特命奴才前来向皇太后禀报。韩香，韩香怎么样了？参见皇太后。起来，起来。柳姑娘吸入大量浓烟，神志已不清醒，恐怕没用的东西。陈御医，你还不赶快看看？这。陈御医，韩香能够醒过来吗？ 请皇太后和贝勒爷容臣等二人稍作商量。好，拜托你们，一定要想办法救救韩香。一定要尽力啊！遵命。怎么样，不太好，向着脉象上看，韩香，你总是让哀家想起乙丹。 但是你千万不要像他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哀家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咱们不能定夺，最好找御医们一起为这个。对，就这个。启禀皇太后、格泰贝勒爷，微臣等认为柳姑娘的伤势太过严重，单凭我们两个恐怕难以治愈啊。臣等希望将柳姑娘移往太医院，让院士协同各位御医一同想办法。 方为上策。是啊，韩香的情况竟然这么严重。既然决定了，还不快办？啊，这。宋院士，韩香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格泰贝勒，情况不太乐观。 柳姑娘醒来的机会十分的渺茫，还请皇太后与格泰贝勒先回去休息。一旦有消息，臣会即刻差人通报皇太后的。院士大人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回韩香的，算我求你了。格泰贝勒，别折煞微臣了，快起来吧！臣定会让御医们竭尽全力救回柳姑娘，你快起来吧。院士大人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这是微臣应尽之责。哎。
柳姑娘的药方子开了吗？韩香，可要抓紧啊！你千万要醒过来！来，你们动作都快点。葛太贝勒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还是先回去歇着吧。在韩香没有脱离危险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刚才院士也说了，一有消息就会立刻通知我们的。要不您就随秀儿回宁寿宫吧，否则皇太后知道您在这儿等着，会怪罪秀儿的。参见皇太后。免礼。谢皇太后。皇太后，您身体不舒服，还出来走动啊？哀家放心不下韩香，院使怎么说？可有办法救治啊？刚才院使说会竭尽全力救韩香的，若有消息会马上到宁寿宫告诉我们。哎呀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皇太后，您看您身体这么虚弱，我先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前阵子我娘染了风寒，病了半个多月，无论吃什么药都没效。但我去善光寺抄了回向文，一回家，我娘的病就好了。善光寺真有这么灵验？是啊，听说抄的越多越灵验，真的。但如果是得了绝症，好像得向佛陀祈求，把自己的寿命得折寿给对方才行。参见皇太后。免礼。谢皇太后。葛太呀，葛太不会是去善光寺了吧？娘娘，瞧瞧你的样子，慌慌张张的，没个规矩。对不起，娘娘，珠儿是有要事要禀告，知道娘娘听了肯定会开心的，所以就赶紧跑回来告诉您呐。哦，那有什么好消息？要是柳寒香那个贱蹄子死了，那才称得上是好消息。是啊是啊，这次那个柳寒香真的是难逃死劫了。到底是什么事？还不快给本宫说清楚些！方才奴婢经过御膳房时，见到柴房给烧得面目全非，还有内务府的几名公公在那善后。奴婢一问之下才知道，柴房发生大火之时，柳寒香正在里面。虽然被葛太贝勒救了出来，但是伤势十分严重，生命垂危啊。这把无名火烧得可真好。要是那个柳寒香真死于祝融之劫，那本宫也用不着让春竹干那么多事了。哼！贝勒爷要抄回相文。对，难道还有比抄写回相文更好的办法吗？洪基方丈，现在我朋友的情况岌岌可危，就算要我折寿，我都愿意。贝勒爷呀，人世间凡事早有定数，就算你愿意折寿，你这朋友也未必有这个福分呢。不是你说了，佛祖就能如你所愿，否则，人人出了事情都跑来抱佛脚，妄图改变命运，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？方丈，我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如何才能知道佛祖是否愿意接受我将我的寿命折给我的朋友？方丈，您看一看，此前是凶是吉？
这支签上面写的是：“劝君自爱屋中坐，他人悲喜休相问。旦夕祸福天注定，只恐人为惹劳心啊。”贝勒爷，这可是下签呐！只怕你这个朋友，他是气数将尽，凶多吉少。就算你为他赎命，怕也是枉然一场。贝勒爷，还是请回吧。不会的，一定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韩香。方丈，你告诉我，我求求你了！哎呀，贝勒爷，快请起，无需如此啊！我求求方丈，常言道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您救的不只是我朋友的一条命，他能活，我才能活。现在关乎着2条人命，方丈您帮帮忙吧！哎，贝勒爷，快起来说话。那好吧，如果你愿意，倒还有个办法，你倒可以试试。只是用这个办法，一般的人怕是很难做得到。是什么办法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愿意去做。那就是祈愿者必须从东大街口，以3拜9叩的方式，行至我善光寺大殿上，用诚心来打动佛祖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谢谢，好，慢走啊，慢走。这个不好了，容易！哎，对不起啊，容易不好了。哎呦，星儿，你干嘛呀？整天莽莽撞撞的。韩香遇上了火灾，现在情况十分不乐观，可能有生命危险啊！什么？星儿，你打哪儿听来的呀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不会错的，昔日在东大街口遇到了正在行3跪9叩大礼的格太贝勒，是格太贝勒亲口告诉我的。格太贝勒在大街上行3跪9叩大礼，他为何这么做？格太贝勒说，为了给韩香祈福，而且要折寿给韩香，他打算一路行3跪9叩之礼到善光寺去呢。这么说来，韩香的性命真是危在旦夕了。这，哎呀！这位公子，让下，格太贝勒，容易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韩香命在旦夕，咱们御剑绣坊的每一份子都愿意出一份心，就让我们陪你一起为韩香祈福吧。是啊，对。你们真的愿意跟着我为韩香祈福？对，韩香平常为人那么好，现在也该是我们为她付出的时候了。更何况人多就是力量，老天爷一定会被咱们感动的。是呀，对，是啊。好，那就麻烦大家了。